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小丹 Party， 我是小丹，他是专家，又回到了我们的星期天没有理由抱着狗开场的情况，就代表说今天又来进行我们的1周挑战啦。之所以会挑战这个计划，就是因为觉得它很营养，而且又富含充分的 DHA， 刚刚好呢。以前我的 DNA 报告说我这个人天生的 DHA 不足，可能导致智能上发育就不完全，所以刚好借这个机会来充分的补充了一下。这个礼拜我们要挑战的就是在 Costco 卖的这个阿拉斯加野生鲑鱼，要吃冷冻鲑鱼，野生的最好啊。在 Costco 卖这一大包，售价是这样，那相信应该很多人都买过哦。哇，野生鲑鱼真的好红哦！嘿，吓到狗了，对不起。每一块可以提供37克的蛋白质，里面总共有9块，应该不用1个礼拜就可以挑战完了，耶！今天的游戏规则呢，就是1个礼拜不吃其他动物性肉类，只吃鲑鱼的挑战。第一餐呢，我们就来懒人的懒人料理吧。这是刚刚里面觉得最大块的一块。第一餐就来简单到不行，调味也单纯的气炸烤鲑鱼吧。说真的，我还蛮喜欢这种鱼的腥味的。刚刚已经解冻完的鲑鱼，撒上海盐、黑胡椒，再放一小颗奶油，通通包起来。180度20分钟，一定要很好吃啊！打开来看看，菜的卖相不太好就是了，不过它好香哎！纸包盐烤鲑鱼，哇，好香哦！好吃，这个跟黑胡椒好合哦。我们只是单纯的享用鲑鱼鲜美的原味。那我们明天晚上见。晚上只吃1片鲑鱼吼，这是一种会介于有一点饿又有一点饱的中间。我们还是继续来做第2块吧。我们要做比较和风的感觉，直接拿冷冻的开始料理，看看会怎么样。先放一些香菇，香菇上面放冷冻的鲑鱼，再放上2片柠檬，柴鱼酱油，咪淋一点就好了，不然太甜。米酒，我先随缘试试看好了。进锅 ，Go！ 哇，好香啊！香菇以及酱油以及鲑鱼的香气搭配淡淡的柠檬香，真是让人食指大动啊！天哪，香菇超好吃，这个味道超级像小时候去吃日本料理都一定会喝的土瓶蒸。哦，有柠檬真的很差哎，但是鲑鱼本身味道没有进去，就沾酱汁吧。我要很讽刺的说，香菇比鲑鱼好吃，都很好吃啦，但香菇比较入味。就这样，嘿，只吃鲑鱼生活的第2天晚餐，突发奇想，今天要吃一顿超豪华的料理，做法非常简单，但是可能是这个礼拜成本最高的一顿。好了，我刚刚去买了这个鲑鱼卵，你知道这么一小盒就要450吗？今天要做的就是非常单纯的阿拉斯加鲑鱼亲子冻。基本上我准备只要把鲑鱼全部弄熟，然后搅碎，然后加上鲑鱼卵，然后放在白饭上，可能淋一点酱油吧。但是无论如何，当然是要先试吃一下，会不会太美了啦？我好爱这种腌的好咸、好腥的味道。昨天鲑鱼先放在冷藏解冻了1天啦。我个人最喜欢的鲑鱼吃法就是吃生的，但是这个可惜没有办法啦。你就来做鲑鱼亲子冻吧。好啦，鱼皮焦焦的，好香哦，这样就很好吃了。这次连盐跟胡椒都没有加，很简单，把鲑鱼弄碎碎，挤一点点柠檬汁。不行，太香了，通通放到饭上就好啦。
鱼亲子冻完成，迫不及待，迫不及待，迫不及待，赶快来吃吃看。鱼肉的香气跟鱼软的咸味，两个真的超合，合到不行。觉得这是目前为止做过最好吃的一道料理，最好吃、最简单，然后成本最高，跟烹饪技术已经没有关系了，太满足了。那明天晚上见啦！没错，吃野生鲑鱼挑战第3天。今天一直心情很好，因为想到回家要吃好料就很开心。因为昨天吃的真的是太爽了，今天请稍微原谅我，真的有点懒去构思菜单，再拿出来吧。因为剩半盒鲑鱼卵其实也是有原因的，所以也不用浪费时间了，就用剪接的吧。嘿，又好了。今天的鲑鱼跟鲑鱼卵比昨天还要多，因为我在做的过程当中都没有偷吃。阿拉斯加野生鲑鱼亲子冻，虽然我不知道鲑鱼卵是不是阿拉斯加来的啦，连着鲑鱼卵一起挖下去，晶莹剔透的鲑鱼卵搭配新鲜的野生鲑鱼肉，配上那烤的酥香的鱼皮，我可以每天吃鲑鱼卵，吃到我死的那一天，没有问题。明天见。好，又回到家了。因为昨天吃的太好，但是又太混了，所以今天要做比较高纲一点的料理。这也是我刚刚突然想到的，我们要全部重现英国经典传统料理 Fish and Chips， 但是是用鲑鱼来做。所以啦，马铃薯，我们就用剪接带过去好啦。马铃薯要先泡冷水半个小时。我又找到一罐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买的酸黄瓜。相信它应该已经过期了2-3年左右，但是俗语说得好，罐头风紧紧，过期没关系，应该是吧。大战完成啦，那么接下来就是处理面团啦。只要牵涉到面粉，就觉得很麻烦。然后要拿出秘密武器了。Guinness， 那家很好吃的 Irish Bar 的 Fish and Chips， 他们的面团就是加 Guinness。很不错哎，面团都是 Guinness 的味道。太白粉鲑鱼，这个鲑鱼怎么有要碎掉的感觉？加油啊，鲑鱼！中间5分钟拿出来看一下，正上方看起来还 OK。但是它下面粘在，我们再裹一次粉，气死我！全部粘在烤盘上，要碎掉了，没关系，继续炸。卖相看起来真的是不太好。目前为止 ，Fish and Chips 的 fish 部分还蛮失败的。先来试吃一下这一块，好复杂的感觉哦。面团里面加 Guinness 真的是神来之笔，加了 Guinness 哦，真的。完全吃不出来，单吃面团看看，是一个很香的饼干呢，看起来算是蛮失败的，但是很刷嘴呢。所以接下来进行到了 chip 的部分，鱼已经有点失败了，薯条拜托你要成功好吗？上吧薯条 ，Go！ 看起来不错啊。不管了，我要用手动加音乐了。鲑鱼虽然不难吃，但是碎掉味道很差。但薯条很好吃哎，全部都是自己做的，英国名产 Fish and Chips， 耶！鲑鱼的那部分看起来跟喷一样。Guinness 炸鲑鱼，配上柠檬汁，然后挖进塔塔酱里面，还是真的很好吃。不过整体来说，还是鳕鱼比较好吃。上次有介绍过，吃 Fish and Chips 一定要搭配，就是这一个 Malt Vinegar。好好吃哦，好酸好开胃哦。今天这一顿做太久，累死我了。明天见。乖，吃饭了，不要一直看我，吃饭。因为昨天真的做太多了，所以中午继续吃。
整体来说算是一道蛮失败的料理，没关系，我们再接再厉吧。晚上见。哦耶！昨天真的花太多时间了，搞到后来很饿，所以今天想说来做点简单一点好啦。照烧鲑鱼冻。前几天吃那个纸包鲑鱼，然后再加上柠檬，那个真的好好吃。今天我们的做法就很简单，鲑鱼不调味，我们直接用气炸把它炸熟，它会有非常香脆的鱼皮，放在饭上面，然后再淋上我们的照烧芡汁，这样听起来就很棒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开始吧。照烧鲑鱼冻完成，哇，它好香，它真的很香啊！刚出炉的鲑鱼马上淋上热热的酱汁，鲑鱼的香气又跑出来了，然后最后再挤上柠檬啊，整碗真的闻起来，真的就是小时候吃土饼蒸的味道。哦，这个超好喝，因为照烧酱吃本来就香甜香甜的。然后再搭配洋葱，有点烂又不会太烂的清脆的口感，再加上鱼肉的味道，整个真的是超合的。哦，最后挤了一点柠檬汁，超级提味。好漂亮的一块鱼肉。好，那我们明天晚上见吧，明天见。鲑鱼生活挑战最后一天，同时今天也是星期五的晚上，所以今天要吃的非常丰盛啊！今天的晚餐就是鲑鱼西京烧定时。在这边要非常感谢一位朋友所给我的建议，鲑鱼可以拿来做鲑鱼西京烧。不知道西京烧是什么啊？就查了一下呢，就看到是一个日本关西地区很经典的料理，白味噌加上其他的调味料去腌制鲑鱼，再煎烤来吃。听起来就非常好吃，但是要腌一天很麻烦，所以先看一下昨天的准备画面。制作西京烧所需要用到的调味料就是这些：米令，本来需要 sake， 就拿米酒代替好了。家里没有白味噌，家里只有赤味噌，就把这三个东西呢均匀的混合在一起，上面的水分给擦干。好啦，这一定超好吃的啦。好，这个我们要冷藏一整天的前置作业就准备好了，明天见。嘿，这就是已经腌完24小时的鲑鱼，这时候呢要把上面的这些蜜寿这些东西给擦掉，不然在烤的时候就会焦。那首先就先把这2块鲑鱼给弄熟吧。气炸锅 ，Go！ 哎呀，有一点点久，上面鱼皮的地方烧焦了，没关系，烧焦有烧焦的做法，烧焦的地方剥掉。烧焦鱼皮也好好吃哦。小块的西京烧，我们把它一样切碎，继续来做接下来的料理吧。终于完成了，耶！现在是久违的开箱的画面。这就是今天的鲑鱼西京烧定时，里面每一道菜都有满满的鲑鱼西京烧。这一块西京烧还蛮咸的呢，所以那个鱼肉是真的有腌进去的。爽啊！星期五的晚餐真的是有够丰盛，做得我累得要死。我吃得完吗？谢谢你收看我们这一个礼拜挑战。第一个礼拜只吃 Costco 野生阿拉斯加鲑鱼，吃完了，挑战成功 ，yes！ 而且这个礼拜非常的爽，虽然有时候有点失败，但是每一餐整体来说还是很好吃。好，谢谢你收看今天影片。如果你喜欢今天影片的话，真的是非常感谢你的订阅、按赞、留言、分享，当然也要开启小铃铛哦。下一次的一手挑战的主题也已经想好了，也请大家务必收看小丹 Part V， 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都忘记居酒屋料理总不能少了最重要的东西。Cheers！ 我是属于喝啤酒会越喝越饿的人。等一下，慢慢一边看电视一边悠闲的把它吃完。
今天想吃是不是？多买一点塞明。哎，来跟大家说拜拜，拜拜拜。